格鲁吉亚又来了。大家还记得去年下半年我第一次奔赴格鲁吉亚，就直捣黄龙，亲测4大银行现场开户。这不，仅仅半年后，我故地重游。格鲁吉亚对于我们屏幕前各位全球人朋友们，究竟还有哪些机遇和价值呢？话不多说，这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 ，Let's get into it。又来到了红酒之国，看一下这个桌子有多有意思。它是那种老缝纫机的设计，可以踩啊踩啊踩，哇！一边吃饭一边踩，很疏解压力。喝点红酒，踩踩缝纫机，我靠，太美妙了吧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饺子，看这个吊汤的这个感觉，赞不赞？如果觉得赞的话，麻烦给我点个赞。哇，这一份是5个 King Kali， 也就是格鲁吉亚大饺子，这5个吃下去，我真的是找不着北了。你看这个有多大？差不多我一个手掌这么大。我这一次吃 King Kali 啊，感觉和我第一次来格鲁吉亚吃 King Kali 感觉又不一样。当然，首先是因为我吃的这个 King Kali 是带汤的嘛，带汤的 King Kali， 所以感觉不一样。第二是我觉得心境不一样。所谓相由心生，境由心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觉得这次来，我就是像驾轻就熟的我又回来了。我来这个地方，该做什么事情，该吃什么东西，想看什么风景，我心里都清楚，所以就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。包括我到一个店，首先我就点红酒，对吧？红酒这个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，在格鲁吉亚红酒是非常好的，我直接点到他们的 homemade 红酒，也就是饭店自制的，也不是什么这种最贵的。当然，它这个我选的自制里面最好的，当然肯定也不便宜，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喝，格鲁吉亚的红酒。就是它，我喜欢稍微 dry 一点的红酒，干一点的红酒，就是它一点都不涩，首先口感是非常的顺滑，其次它的那个酸甜比例搭配的非常好，就是喝这个红酒喝出了一种享受的感觉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如果不是喝那种很贵的上100美金的美国红酒，很难就是喝出很像类似的口感。所以就从性价比上来说，这样的一个口感搭配这样的一个价格，格鲁吉亚冠绝全球。各位，大家可能无法想象第比利斯是有多热闹、多繁荣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大家看到这如潮的人流了吗？因为这边刚刚结束一个演唱会，或者说这种艺术演奏会，所以人非常多。我现在正好在市中心的广场，街头还有音乐，看到处都是人。像不像极了那个国内的某条步行街口？格鲁吉亚的食物、美酒和夜生活都是不错的，但若要是在此长期居住的话，我觉得难免还是有些单调。在格鲁吉亚首都地区，特别是这2点，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的舒适。这边真的太热了，扛不住，超级闷热的天气。刚刚下过雨，雨后天晴。这边的气候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像亚热带气候，也就是中国南方的天气，当然可能会稍微冷那么一丁点，但现在5月初，温度最高就到30来度了，低的话也有19、20度，最低每天，然后很潮湿，我现在感觉身上黏糊糊的，我穿2件衣服感觉已经很热，根本扛不住了，已经马上要脱掉这件衣服才行。所以这是第比利斯这边的给人的一个真实的感觉。我现在是走在一个林荫大道上，所以才没那么热。但是如果在太阳下面直接晒的话，
会非常非常的热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路的感觉。再有一点就是格鲁吉亚的生活物价。去年第一次来时，我还没有这么强的直观感受，只是觉得不算便宜。这一次来，我确实是被吓到了。比如吃一顿我前面晚餐吃的 King Kali 大饺子，加一杯自酿红酒，一顿饭也要80拉里，也就是30多美金，200多人民币的水平。即便是吃一份最简单的快餐，在第比利斯市中心也没有低于25拉里的，也就是10美金起跳。这么算下来，格鲁吉亚这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及北美和西欧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，但是确实已经是很接近了。OK，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第比利斯的地标，1990年到1991年。阿布哈兹战争中为国牺牲的英雄，看来这是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。从这个广场也可以看得出，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关系是相当的紧张的。整个格鲁吉亚这个国家是相当的反俄的。看这边的街头宣传，看一下啊，街头涂鸦，支持乌克兰。Fuck Russia ！Glory to Ukraine！ 尽管格鲁吉亚在跨境旅居层面，在2025高手如林的今天确实不算亮眼，但是今天的格鲁吉亚还是有2样东西是让全世界都抖三抖的。对于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国际企业家、环球投资者或者数字游民群体，绝对是价值连城的。一，格鲁吉亚银行 Bank of Georgia。 我在历年来的格鲁吉亚系列视频里边都有详解过，格鲁吉亚银行 Bank of Georgia 是该国金融体系的绝对王者。在2025年下半年的今天，格鲁吉亚银行 BOG 的独特魅力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：一，对外籍人士极其友好，支持20分钟现场开户或者100%远程授权开户。这点最大优势，我在本频道往期格鲁吉亚系列视频和 BOG 银行的专题介绍视频中已经详细说明过了，在此就不再赘述。二，加密货币出入金相对友好，使用 P2P 的方式，比如币安 Binance 或者海妖的 OTC 进行加密货币兑换，再提现到银行账户，通常是不会引发合规风险的。这其中 BOG 向格鲁吉亚本地交易所 Crypto 出入金，资金几乎是实时到账的，全天候无手续费，且无金额上限，可以实现极高效率的法币加密资产兑换。三， Solo 私人银行级别的 VIP 服务，每位 Solo 客户都配有个人银行经理，也就是英文里面常说的 Personal Banker， 提供24/7的全天候服务，不仅处理金融事务，也可以协助规划旅行、订票、安排房产考察、组织活动、预约医疗或者美容等等。账户管理费大约每月55到80拉里，也就是20到30美金。使用 Solo International 卡全球 ATM 体现无手续费，即便是 Solo Premium 也免本行 ATM 手续费。Solo International 每日的提款限额可以高达10万拉里，也就是35000美金。四，高端银行卡和旅行特权。 Solo 贵宾可以申请 Visa、Platinum、Mastercard World Elite 或者 American Express Platinum 高端卡，享受全球机场贵宾休息室访问、旅行保险、酒店忠诚计划优先登机等等福利。比如这其中的 American Express 赠送的 Priority Pass 包含多次全球机场 VIP 候机室免费访问权限。另外，从今年开始，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咨询我们，格鲁吉亚护照到底怎么样啊？投资入籍项目到底靠谱吗？首先，格鲁吉亚政府从今年开始确实有试运行 Special Contribution Citizenship Program， 它允许通过一次性非可退还的捐款25万欧元，约合27万美金的方式，跳过长期居住和语言考试，直接快速获得格鲁吉亚国籍。获得格鲁吉亚国籍主要有以下这么几大优势：一，无需居住或者语言要求，无需长期定居，
无需掌握格鲁吉亚语，也不需要文化背景测试，最快3到6个月即可获批，并由总统以特例的方式授予国籍。2、省略普通规划流程。官方授权以国家利益或者特殊贡献为基础，直接授予公民身份，适用于高净值投资者。3、允许双重国籍。该项目下允许保留你的原有国籍，不要求强制放弃。4、签证便利。格鲁吉亚护照目前可以免签或者落地签进入100好几十个国家或者地区，这其中包括欧盟申根区、土耳其、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。5、税收优势。格鲁吉亚跟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或者香港等地一样，采用属地税制，外籍收入通常免税，企业所得税仅15%。当然，格鲁吉亚的投资入籍项目目前还是试运行阶段，投资优惠额25万欧元为早期申请者的优惠价格，官方尚未公布优惠持续期限，未来很有可能将提升到30万欧元的捐款额。同时，该项目目前属于特例入籍 Presidential CBI， 作为欧盟候选国的格鲁吉亚受欧盟施压，未来该项目很有可能面临限制或者修订。若大家不追求快速入籍，还可以考虑投资10到30万美元房地产或者企业，随即即可获批1到5年的投资居留权。接下来通过旅行居留、语言等规划要求，也可以申请加入格鲁吉亚国籍。总的来说，不论是格鲁吉亚银行 BOG 还是投资入籍计划 CBI， 格鲁吉亚在2025年给全世界呈现的这2大机遇，目前都在呈现缩紧趋势。接下来 BOG 对于申请人的个人资质要求肯定会越来越高， CBI 对于资金门槛、资金来源以及申请人背景审查也会越来越严格。老话说移民要趁早，现在资产配置也是要提早布局的，过了这个村，恐怕很快就没了格鲁吉亚这个未来欧盟的店了。当然，大家对于格鲁吉亚银行 BOG 或者格鲁吉亚投资入籍 CBI 有进一步的疑问，都欢迎在留言评论区分享，或者直接私信联系我们全球人团队。我们除了义不容辞的给大家做出直接高效的解答，更是可以根据大家的疑问进一步制作相关视频进行专题解读哦。顺手牵羊，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。我是Sean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